大家好，我是太一研究院的吳昌業。本期视頻呢，将給大家帶來的是黃金、石油、美元、BTC 之間的關聯分析。首先呢，這一個視頻呢，我們不主張結論，而推出來的是分析，是希望呢，大家呢，在接下來的紛亂的世界局勢當中呢，能夠get 到一些更加確定的一些東西，在很多很混亂的局勢的表現下，我們能夠抓住一些真正的精髓。做這麼一個分析呢，是因為全世界現在所有的資產的波動都離不開美國這一個國家，它在其中呢起了一個主導性的一個作用。而在這個裡面呢，有幾個邏輯需要在這個視頻之前先給大家聊清楚。全世界的範圍內呢，我們可以把國家呢分成幾種類型的國家。第一個呢是以資源型為驅導的一個國家，比如說我們今天的俄羅斯、中東，還有我們的這一個委内瑞拉，包括沙特，還有伊朗，都叫資源型傾倒的一個國家。第二類國家呢是工業性国家，比如說我們的中国，比如说现在正在崛起的越南，還有我們的這一個韓國以及曾經的日本，都算作是某種程度上以低廉的工業物品來取得全球的外匯收入的這麼一類國家。第三類國家呢，就唯獨只有一個，就是我們的美國。美國呢，它現在呢既有軍事上的強盛，也有它的科技上的强盛，同時呢，它還握有了我們全球的定價權的一個金融上的一个屬性。那麼在這幾種類型之間呢，它會有一個博弈在過去的歷史經驗當中，美國曾經也是工業性國家，它還不是全球霸主。英國還是全球霸主的時候呢，輔佐英國登上全球霸主。而後呢，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它都讓它的商品呢能夠輸送到全球。而我們今天呢，我們的中國就典型的在走曾經美國想要走的這條路但是呢，美國它明顯呢不能夠讓另外的人給截取掉，所以說呢，它無論是去看空中國，然後去讓這一個越南走出來替代我們中國的生產，讓全球的許多的小國家來替代低價物品的工業產品的生產，就是在做這個動作。而在此之上，我們再來看美國它的八字今年究竟在發生了什麼，以及它在做什麼。美國的這個八字呢，它現在呢走到的是己未大運。己未大運對於美國來說呢，是一個典型的一個比劫，但是呢雙衝了的一個運勢。那麼它在這一個大運的時候呢，就已經在跟中國之間呢會有一些明確的不對付。但是在下一步大運，也就是我們的庚申大運的時候呢，美國呢走入到了一個傷官的運。而在今年、明年，美國呢是一個典型的一個走了一個印運的一個過程。什麼叫印運呢？在我們八字的體系當中，印代表的是學業，那明顯不是。同時呢，它也代表的是認同。印可以代表的是一個社會化的一個認同。那麼我們今年美國無論是在打委內瑞拉，還是伊朗，還是接下來他要去摧毀的這一個古巴，他又在做什麼樣的認同呢？我們在這一個盤面當中呢，我們繼續可以看到美元它現在臨的是丙戌大運，丙午流年，它走的是一個典型的比劫運。那麼什麼是比劫運呢？比劫運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叫做槓桿。也就是我借一個人的力量打另外一個人的力量，叫借力打力的這麼一個運勢。所以說有了這麼一個看法了過後，我把認同和槓桿放在一起了過後，我們甚至還可以把槓桿呢理解為圈子化、圈層化，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這一個把大家呢都歸在我的這一個範圍內的這麼一個走勢。貝森特上台的時候說的是美元指數要弱，但是美元要強。這裡的美元強呢，指的是它的流動性要強，實際上呢就在走它的認同。這個裡面的分析是怎麼來的呢？我們來看一下，美國呢，它為什麼今年要打委內瑞拉？因為委內瑞拉有全球的最好的重質油的出口。它為什麼可能要打古巴呢？因為古巴呢要有鎳和這一個鈷，它是新能源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出口。
同時呢，他為什麼要打伊朗呢？他除了能夠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以外，他也能夠把持到伊朗整個國家的原油的一個情況。同時，我們也能夠看到阿联酋退出了我們的歐派克啊，对歐派克來說呢是一次打擊，對美國來說呢是一次增持國運的這麼一個過程。美元是要把我們的這個布倫特原油視為它的囊中之物，也就是說，它要把它視為它的比劫。他把它視為比劫，相當於他試圖再把我們的原油呢給內盤化。什麼叫內盤化呢？就是把原油成為了美國可以强控盤的一個品種。而這樣强控盤以後呢，對於美国來說呢，美元在走弱的前提下，商品在走高，這個裡面呢會有一個巨大的一個價差。以前1美元假設可以買1桶原油，接下來呢可能是要10美元才能夠買1桶原油。但是美元是我美國說了算的，而原油呢是全球需要的，所以它可以通過這樣的一個巨大的信息差来為它的这一個化債做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目的。也就是說，它可以通過去推送它的這一個美元，以及進一步的石油綁定的美元，也借此呢來推動它的美元的流動性。但是在這個裡面，它還有一個環節沒有打通。別的國家憑什麼要用美元來交易呢？比如說人民幣，它可不可以國際化呢？可以，對不對？所以說這個時候呢，它又推出來了，從這個去年的天才法案到08年的這個 BTC 的這一個誕生。實際上呢，這兩個東西呢，它幹了一件什麼事情呢？它幹了一件就是我可以跨區域、跨政治壁壘來做一個交付的動作。這個對於美國來說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不需要再通過任何的有政治壁壘上的、有外匯管制的、有這個外匯價差的這個東西，以一個恆定的一個幣種來為我全球的資源流動性來鋪路。所以說，它相當於呢是在進一步的用金融來控制全球的這麼一個資產。它佔據的是科技這個端頭，佔據的是金融這個端頭，軍事這個端頭，以及接下來這一步，它要佔據能源這一個端頭，以此呢，既達到了它可以化債的目的，也可以達到它的這一個對中國進行遏制的這麼一個目的。有了這麼一個宏觀的背景以後呢，我們會發現接下來的原油大概率可以下一個結論是，它確定性的就會推高的。我跟許多的所謂的研究機構的觀點呢，完全是相反的。很多人認為今年打完伊朗了過後呢，原油的價格會降低。3月份原油在大幅度上漲，很多人認為這一場戰爭打完以後，原油會降低。這個觀點開始，我就認為呢，原油一定會再次升高。你看4、5月份已經在不停的驗證我的這樣的一個說法。事實上呢，我們現在的伊朗戰爭已經接近尾聲，甚至是停滯。但是呢，原油的價格呢，並沒有所謂的回到50美元的時代，或者是60美元的時代，它還在90美元左右呢徘徊。推高原油看起來對俄羅斯有利，但實際上呢，對美國同樣有利。只是說呢，它需要去在這個裡面呢進行一個強控盤，因為過高了，對於它國內的科技行業來說是有損傷的。因為科技行業現在還需要 AI 來提高它的生產效率，也需要 AI 來提高它的這一個下一次的這一個全球的這個科技產業的革命，所以它需要便宜的錢。也因此跟這個背離了過後呢，它需要強控盤原油的價格。但是原油的價格呢，終有一天是不會被控盤的，因為它一定會拉升到它美國可以拿它來解決它自身的一些問題，因為它的這樣的一個天量債務，它必然需要用一些特有的手段來化解它的這一個債務。所以在這個裡面呢，美國通過綁定穩定幣來做到了它的流動性的底層信用建設，通過綁定它的能源以及它目前科技軍事上又確實很發達，以此呢來綁定它的這個對全球的工業品的一個控制。而全球的工業品目前呢至少呢中國已經在輕工業品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那麼呢它也想要去通過這個手段呢對中國呢進行一個遏制，不要讓它起來的這麼一個目的呢也就達到了。而它接下來呢，如果在工業品上也能夠对大家能夠起到一個主導性的作用，因為能源在我的手裡，
它無論是去發展 AI，還是去對中國的工業進行遏制，還是扶持某一些國家特定的崛起，都对於它來說呢有莫大的好處。我們在去年美國的 GDP 的債務比占到了歷史的峰值，但是這個時候呢，美元的指數呢仍然是在100上下徘徊的。那這樣呢，也就說明了大家仍然對美國的信用是看好的。它沒有說在這個時候有極大的一個波動，哪怕 GDP 到了歷史的一個新的高位，也並沒有到它的一個大波動的時候。那麼也就意味着美元的潛力和美元的信用呢，仍然在被美國這一個國家呢做出来了，而且全世界都認可。所以說，你看，它典型的就做了一個認同運，而這樣的認同運呢，至少在今年、明年是不會消失的。那麼在這一個節點上，我們會發現呢，美國的這一個舉動呢，它是通過控制能源、控制科技，以此來倒逼你的工業品的這一個發展。而這樣的一個工業品發展，如果它還想要再崛起的話，就會變得難上加難。我們來看到美元接下來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什麼樣的表現呢？繼續美元會走弱，這樣的一個趨勢是美國政府和全球刻意造成的。那麼呢，我們的黃金作為它的對手盤來說，就依然還會走強，只是說呢，這個力度呢，相对來說呢，被控制到了一定的範疇。同樣呢，我們的這個布倫特原油呢，因為美元的這一次的走弱，但是呢，它又要把它的流動性給做出来，它想要去做一些强控盤，比如說最近的这個韓國的股市存儲上漲得太好了以後，那麼呢，美元有沒有可能會通過一些消息放出來，讓石油再次上漲，讓所有的風險資金又去到石油，而非是去到這個韓國呢？我相信它是可以做出來的。所以說原油呢，你看它也在今年、明年也都走了一個硬運，也就是說全世界都會依於這樣的一個硬運來認同美國和石油之間的這一個綁定。所以說它的這一個舉動，我們從宏觀的這一個層面來說，美國接下來呢，它在穩定幣打通的是它的這一個跨區域支付的這麼一個壁壘，而我們的這個石油以石油為核心的這個資產打通的是它在新能源技術和工業品的基礎能源上，以及電力、算力的存儲上對它打通的一個資產。它可以繼續的維持自身的這個美國的霸權。那麼呢，石油接下來呢會被進入到它的一個強控盤的一個階段有可能它就會繼續上漲。但是石油呢具備了高度的難以做的一個特徵，所以它有可能迅速衝高，在1個小時以內有可能又會迅速的下滑。它這個裡面呢會去閃崩掉全球的許多國家的股市。好，那麼黃金呢，在此基礎上呢，作為它的對手盤來說，其實是繼續的做美元的看空，其實也是一種國家意志和全世界其他國家意志共同堆疊起來的黃金的大走勢。所以說，我們從這樣的一個宏觀視角來看，我們的 BTC 必然是美股的某種程度上的先行，也就是說，美股不好的時候 ，BTC 也大概率不好。那麼呢，BTC 好的時候，美股呢也就大概率会好。所以说，如果我們今年的3季度美股不好，那 BTC 呢也大概率就在這個裡面呢，它會出現它的一個近1年左右的一個滑點也就是可以去買入的一個點。所以說，我們綜上的這一個分析，也就能夠解構出來許多的亂象。比如說，我們的這一個黃金為什麼在戰爭期間沒有發揮它的這一個避險價值，反而是石油和美元在上漲？這是因為石油和美元它在此時此刻進行了一次強綁定。這個時候呢，我們就不能夠猜測出美國在這一個舉動上，它要向全球進一步的利用能源、利用自然資源、利用穩定幣，向全球輸送它的這一個通貨膨脹以及它的這個美元的流動性，以此來穩固它的信用、它的霸權然後呢，在這一個高 level 的這一個基礎上呢，來解決它的化債問題，就會順理成章。它沒有站在
為了解決化債而去解決化債，它是站在更高的層面來解決它的化債的一個問題。那在這個點上呢，我們就會看到美國政府呢依然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對手。大家不要被它的表面的一些事情所欺騙，認為它現在吵來吵去的，認為它現在呢是帝國的一個什麼所謂的實力的一個分水嶺，這都還不見得，我覺得還不能夠完全的去下這麼一個結論。所以我們分析到這裡，我給大家留下兩個很有意思的懸念。在18年前，2008年的年末的時候，我們突然出現了一個天才，叫中本聰，發明了這樣的比特幣的東西。他到底是不是日本人呢？我們用現在的一個事實來回顧當年美國的一個超強的一個戰略，你看它是不是很有意思？同樣，我們也會發现，美國接下來的動作也一定會去打古巴，也一定會去打土耳其、沙特，還有我們的這一個埃及啊。它的目的性是不是又真的在如我們預言一般，在兌現它在全球的這個信用的認同這個層面，進一步的在穩固它的霸權呢？讓我們拭目以待。在下一期的視頻當中，我們會談到中國還有就是全球的其他國家該如何在這個霸權當中去突圍，以及他們的策略對接下來的金融產品有一些什麼影響，敬請大家期待。